Hello 呀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今天米花来给大家讲一个夫妻二人各自出轨，最后却开心的接受戴绿帽的神反转故事，名字叫《还在相爱吗》。严晶和荣旭是首尔的一对平常夫妻，荣旭是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，严晶则是一个画廊的销售员。二人结婚10年，日子过得平淡又无情趣，就连交作业也成了例行公事，毫无激情可言，每次都不超过3分钟，匆匆完事儿就睡觉了。严晶是一个感性的女人，乏味的生活让她觉得失去了快乐。民直是银行最年轻的副行长，不仅事业称心如意，在泡妞方面也是绝对高手。离异单身的他最喜欢撩妹，萝莉御姐都是他的目标，在外面也有固定的炮友。就这样，行长还是不满足。这一天，为了给银行选购艺术品，民直和严晶在画廊相识。严晶气质清雅脱俗，民直一见到就再也把持不住了。而民直的行长派头，再加上不凡的谈吐，也深深吸引了严晶。这次购物很愉快，事后民直邀请严晶一同品酒，两人很快撸完了一瓶红酒，聊得也越来越投机，好像久别重逢的老友，气氛铺垫做得很充足了。在一个灯光绮丽的街角，他们直接就亲上了。此时的荣旭也没有闲着，他和同事盛国违规放贷给老同学明奎，明奎说是要做太阳能的生意，能带他们赚一笔，谁知明奎这个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他拿到钱就跑路了。荣旭只好找他的前妻要账。明奎前妻慧仁可是一个风骚到骨子里的女人，还是居酒屋的老板娘，她对前夫的事只字不提，倒是对荣旭很有兴趣，主动投怀送抱。见到这种架势，荣旭哪受得了呀？不到1顿饭的功夫，他就被慧仁拿下了，要账的事情自然就没戏喽。丈夫不行，妻子可是很行。严晶只喝了杯红酒，行长就豪爽的买了2幅画，画廊的老板都夸严晶会办事儿，民直也没有吃亏，顺利得到美女的邀约，他心里很得意，把妹又成功了。不过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，银行组织聚会，家属也可以参加，荣旭把老婆带来，于是严晶和民直在电梯尴尬见面。酒席中，二人在洗手间相遇，严晶想解释清楚，拒绝民直的纠缠，却碰到丈夫荣旭，他们只好躲进厕所隔间，狭小的空间让两人靠得更近，民直觉得更刺激，更有情趣，两人再次大家都懂的啊，嘿嘿。严晶感觉很羞耻，想要抽身离去。他发信息给民直，想要结束这种关系，但民直却不肯放弃到嘴的肥肉。他想尽办法要得到这个女人。正好他手下有一个支行长，因为犯了生活作风的问题被银行辞退，民直就提拔荣旭去补这个位子。如此一来，荣旭就要被调到外地了。意外的升迁让荣旭不知所措，还傻乎乎的接受同事的祝贺。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老婆，严晶却明白事情是民直故意设计的。如此一来，他和荣旭就分居两地。民直这货就有机可乘了。调走之前，荣旭还想着要钱的事儿，他找到慧仁想要明奎的电话，慧仁答应给他，但是一定要他那个。但此时的荣旭突然变成正人君子，绝对不和女人乱搞。慧仁一听很扫兴，只得罢手，把前夫的电话给了他，只是拿到电话也没有用。明奎现在拿着钱早就出去快活了，打电话催款他也是几句谎话，就把荣旭他们给糊弄过去了。荣旭即将走马上任去做支行长，临走之前他要见一下领导。民直表面上对着荣旭推心置腹，背地里又和人家老婆约上了。而荣旭凑巧看到行长办公室的艺术品正是老婆画廊里的，他心中暗暗生疑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？打发走荣旭，民直立即对严晶展开攻势。本来呢，严晶并不情愿，但她想解释清楚，自己并不是为了帮老公升职才接近民直。不过她怎么说都没有用，民直料的她是春心荡漾，几句话下来，严晶就忘了一切了。二人开始放飞自我，一番忘乎所以的云雨。严晶把帮老公收拾行李都忘得一干二净。荣旭苦等老婆不来，只好自己上路。好在支行长的待遇是一流的，他住的房子豪华宽敞，屋外的风景更是美如画。荣旭瞬间想到当官的优越感，但当官也烦恼啊。本来第一天就有棘手的事情要处理，前任支行长因为和下属乱搞被辞退，那位下属就是女员工戴顺，现在荣旭要亲自辞退他。不想戴顺性格顽强，坚持说自己是自由恋爱，让荣旭十分为难。지점장님은제가 그만두는 게 맞다고 생각하세요? 제가 만나고 싶은 사람을 만날 자유가 없나요? 아무 일 없었던 것처럼 근무할 수 있겠어요, 여기서? 제가 꼭 티를 내야 하나요? 他本来就没有裁人的魄力，只能暂时作罢，交由总部处理。另一边的民直也是不顺利啊，以为把人家老公打发走，自己更容易得手，但严晶却厌烦这种没有爱情只有欲望的鬼混。在一次幽会后，严晶直接摊牌，问他是否真爱自己，这让民直心中10000只草泥马奔过。这不是你情我愿的约炮吗？干嘛要谈真感情啊？民直的态度让严晶
京下定决心，既然只是玩玩，那不如早点一刀两断。而阅女无数、未尝败绩的明直，这一次终于有了挫败感，怨气自然报应到了荣旭头上了。上级想要整下属，那是再容易不过了。很快，明直就发现那笔贷款的事情，他下令对荣旭进行调查。眼见事情败露，荣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忙联系盛国，让他务必找到明奎把钱补上。就在他抓耳挠腮时，戴顺又贴了上来，他对荣旭大献殷勤，想用老办法搞定新行长。漂亮女下属主动现身，让荣旭他心猿意马。好在他最后的时刻还是没有精虫上脑，没有继续错下去。同时，老婆严晶也在明直的攻势面前守住了自己，没有继续沦陷。立业不成的明直心里老大不痛快了，对荣旭那边自然是怎么看都不顺眼，一边催促着让他马上辞退载顺，另一边又派出监察组调查贷款的事情。现在明奎拿到钱就玩失踪，所谓的工厂早就关门落锁，抵押的土地也是不能开发的绿化区，这样下去荣旭就不止丢工作这么简单了，很可能还要坐牢。不甘心的明直以卖画为名，还想继续骚扰严晶，但严晶迫于压力向老板承认了自己与客户有染。老板倒是挺通情达理的，没有怪罪于他。内心矛盾的严晶还想向荣旭坦诚一切，取得他的原谅，但是作为过来人，老板劝他保守秘密，不要告诉丈夫。那边的荣旭面对调查焦头烂额，只能再去找明奎的老婆慧仁。慧仁也带着2个姐妹找上门来，他对荣旭还是念念不忘呀，直接约他喝酒唱 K， 最后一直玩闹到荣旭家中。借着行酒令，慧仁找到机会和荣旭独处一室。女人非常的主动，她说只要满足她一次，自有办法让荣旭脱困。起初荣旭还不相信，可慧仁告诉他了一个好消息，那块地已经被政府收走修路，眼见就要涨价了。听到如此劲爆的消息，荣旭是一阵狂喜啊，这就要立即和慧仁大战一场。此时当当有人敲门，原来是老婆严晶杀到了，荣旭吓得差点萎了。严晶本想来找荣旭说明一切，可看到一屋子的男男女女都喝得酩酊大醉，一副玩得很嗨的样子，严晶这头母老虎就发威了。荣旭正想编个谎话蒙混过去，载顺也凑了过来，严晶立刻明白了，好啊，平时看起来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原来也不是一个好鸟，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打发走了莺莺燕燕，屋里终于清静了。荣旭向妻子老实承认，这其实是因为工作失误引起的，好在已经涉险过关。听完老公的坦白，严晶也释然了，一句算了，轻描淡写的化解了一切，2个人心中的负担都放下，反而找到相处的感觉。2口子大白天的开始放飞自我，似乎又找到久违的和谐与快感。激情过后的2人开始玩浪漫，他们坐在阳台上观赏海景。荣旭这时突然变聪明起来，他想起卖画的事情，一下子全都明白了。行长勾引自己的老婆，自己才会被升职调遣，老婆不从得罪行长，自己又被调查，这么多的事情都是明直对自己老婆起了色心引起的。同时他也怀疑老婆严晶还有别的男人，但慧仁在离开时告诫他要相信自己的老婆，让这一切过去。 기회를 줘야지. 무슨 기회? 실수를 만회할 기회. 앞으로 40년을 더 같이 살 사람인데. 就这样，荣旭和严晶用成年人的方式对待发生的一切，他们选择向对方保守秘密，又都因为心中有愧而对对方更好了。2口子就像是心有灵犀一般，夫妻2人就这样度过了中年危机。风流成性的明直想要继续纠缠下去的计划失败了，随之麻烦也找上了他。那个载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2年前也曾和明直有过一腿。现在为了保住饭碗，载顺找到总行长，主动揭发明直权色交易的丑事，结果明直被打发到了纽约，再也没有机会升迁了。影片的结局很完美，荣旭升了官，顶替了明直的位置，和严晶也更加的恩爱，天天那是如胶似漆，夜夜勤奋耕田，生活更加美满幸福。这部电影反映了现代城市夫妻的烦恼和遭遇，人到中年都会有情欲的苦恼。严晶和荣旭都有过出轨，因为家庭责任又克制住了自己，没有继续错下去，这才有了好的结局嘛。而那个到处风流的行长明直，自以为魅力无敌，其实反而没有看懂逢场作戏的这个道理，最后弄了一个惨淡收场的悲惨结局，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哦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